客厅养花别随便放，特别是电视机旁，想想都后怕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90%的家里都会在客厅养上几盆植物，特别是电视机的旁边是常放的位置，但下面这6种花不建议放这个位置，不但养一盆死一盆不说，慢慢也会影响这个家里的气场。如果要在电视机旁养绿植的话，应该放这6种，不但大气上档次，还能提升运气。下面就一起看看吧。如果你对家庭养花感兴趣，别忘记点赞关注花花。1. 不适合放在客厅的植物。第一种，病虫害多的花卉。人有脾气好的，也有脾气不好的，花也一样，有容易招虫害的，也有不容易招虫害的。但我们客厅养花，尽量避免容易招虫的花草。容易虫害的花草不但影响植物的生长，也会让人天天烦心。如果再经常喷洒药水的话，还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，进而影响日常生活。比如月季花，开花虽然很美，但一直都是虫害不断，比如红蜘蛛、蚜虫、白粉病等等，一波不停，一波又起。除了月季花以外，养在客厅还容易生虫害的有垂丝海棠、白掌、花叶玉、滴水观音等等。但这些花不适合养护在客厅，并不代表不适合养，我们可以养在室外露养，能大大降低病虫害的概率。第二种，枯萎的花卉。花友们养花都想把花养得生机勃勃、五彩斑斓，但很多事情并未人愿所为，养花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养着养着枯萎的花，养着养着就挂掉的花。这些花要及时搬出客厅，不要一直放在家里。绿意盎然的花草会带来源源的生息，枯萎的花草除了影响心情，也多多少少会影响气场，看起来也不太吉利。一般开过之后就枯萎的花有百合花、仙客来。第三种，有毒的植物。花草也是植物的一种，植物势必就会有些有毒的，这些有毒的花草也不建议放在客厅的电视机旁。客厅那么小的空间，每天都与这些有毒的花草相伴，势必会影响空气，影响大家的呼吸系统等，久而久之，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这种就是园艺圈里所谓的花旺人不旺。那么你知道哪些花卉是有毒的吗？比如曼陀罗、虎刺梅、一品红、滴水观音、长春花等都是有些毒性的，所以客厅里，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，还是少放这类花草比较安全。第四种，香味太浓的花草。一般我们都喜欢自带清香的花卉，这样的花养在室内，让你进入家门的一瞬间就会心情舒畅。但如果是淡淡香气的花草还可以，如果是香味太浓的，还长时间闻的话，可能会让人精神亢奋、头昏脑胀，严重的还会影响睡眠，睡眠都不好了，时间长了对健康也不利。比如郁金香、夜来香、金边瑞香等等，这些花卉最好养在空气流通的地方，或者露养在阳台上。第五种，十分高大的绿植。客厅养花还要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空间的问题。绿植也好，花卉也好，毕竟是装饰客厅的，但如果株型太大，占用了很多空间，就失去了装饰的作用。不但如此，太大的株型还会挡住光线，影响空气流通。在城市里生活的居民，房间基本都不是很大，可供养花的地方更是很少。如果再选择一些特别高大的花卉，它们越长越大，占据很多空间，也会遮挡阳光，影响空气流通，使室内阴气增重。太高大的植物在室内会感觉很压抑，对健康不利，因此这样的植物也别再当作宝了，容易花旺人不旺。看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对你有些帮助呢？如果有帮助的话，请给花花一个关注，并奖励一颗小红心。第六种，散发臭味的植物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自带香气的花卉，那么就有自带臭味的植物。说起来是臭味，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臭，只是大部分人没办法接受的味道罢了。如果这种植物的繁殖能力又很强的话，那么家里可就惨了，一直弥漫着难闻的气温，势必会影响人的感受和身心健康。不要以为这样的植物不常见，日常中有很多的，
比如多肉植物的熊童子，用手摸过以后就会有种奇怪的味道，比如万寿菊也会有一些难闻的气味。客厅养花是有讲究的，前面说了不适合的，那么客厅养哪些比较适合呢？别着急，接下来就给到你几种选择，肯定有你喜欢的。2. 适合放在客厅的植物。1. 12卷多肉。说起来多肉，其实90%以上的多肉是不适合养在室内的，露养才是养好多肉的绝佳环境。但是多肉里面的12卷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12卷的多肉喜欢散射光的位置，不能常日照露养，否则叶片会逐渐的灰化，越长越丑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死亡。正是因为12卷的这个特征，所以想养多肉但是又没露养环境的花友就有了选择。常见的12卷多肉有玉露、寿、条纹12卷、万象、玉扇都可以养在客厅里面。而养好12卷，除了要使用多肉的颗粒土，干透浇透外，一定要经常给叶片喷水，这样叶片才能晶莹油亮。如果养护得好，养着养着你就会发现盆里面长出来一个小尾巴，这个是12卷的花剑。为了不影响12卷的正常生长，看到这个小尾巴要及时剪掉。2. 发财树。发财树枝干笔直挺拔，叶片翠绿，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以观叶为主。因为其名字有发财的寓意，所以无论是家里、公司里或者商铺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而发财树也是各种各样，有高大帅气的，也有迷你可爱的。如果家里的客厅宽敞的话，可以放一株高大的发财树。如果家里的客厅是温馨型的，那么可以在电视机旁边放一棵小小的迷你发财树。发财树是喜阴的植物，对光照的要求并不高，所以放在电视机旁边的话，发财树也会长得很好。养发财树最容易遇到的就是黄叶的问题，而黄叶的原因，一个是因为浇水过多，一定要盆土干了再浇。虽然浇水我们要控制，但是可以经常往发财树周围喷水，这样能保证发财树的叶片更加翠绿。另外一个黄叶的原因是因为光照太强，叶片被晒伤。3. 金钱树。金钱树是球根类的观叶植物，叶片成对生长是它的一个特点，因为其四季常绿，株形也比较特别，所以近年来养护金钱树的人也在增多。如果养护得好，盆土里面经常会冒出来一根像笋一样翠绿的芽，能让你感受到生机与蓬勃。一般家里养金钱树都是放在电视机的旁边，既有装饰作用，又不会遮挡住光线。而养护金钱树也比较简单，只要注意盆土干了再浇水就可以。花盆记得要选又高又深的花盆。4. 幸福树。幸福树就像发财树一样，是一种常见的观叶植物，它的叶片上有很多小瘤状的凸起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很有南国风情。幸福树的树干笔直，姿态优雅，整体观赏效果很高。不仅如此，幸福树还象征着吉祥，而且能够净化空气。如果你在客厅电视柜旁边养上2棵幸福树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养护幸福树很简单，只需要给它提供明亮的散射光，等到盆土干了再浇水，多向叶片喷水，每个月施1次肥料，就能让它茁壮成长。还要注意修剪，避免树枝过长过乱，影响美观。5. 琴叶榕。琴叶榕也是一个网红的绿植，因为它的叶片膨大，像大提琴的样子，故而取名琴叶榕。观感上简单大方，叶片宽大，有质感与光泽，总给人蓬勃向上的感觉，每天看看都觉得心情很好。一般家里的琴叶榕都是放在电视机的两端，但是花花建议放在距离阳台那一边比较好，这是因为琴叶榕放在有散射光的地方，会让它一直直立生长，而养护琴叶榕，定期修剪是保持它树形美观的关键。比如过长的枝条、杂乱的枝条都可以用剪刀剪掉。6. 天堂鸟。天堂鸟，一种四季常青的植物，看起来很别致，有一种清晰又高雅的感觉。有人把它和琴叶榕、龟背竹并称为北欧3件套，对很多绿植爱好者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它的造型简洁，株形硕大，颜色很鲜艳，有些能长到1米多高，而且花期可长达100天左右，每朵花可以开13到15天，一朵花谢了，下一朵就会相继开放，观赏价值很高。把天堂鸟花放在客厅，
看起来很大气，又不失优雅，奔放又不失端庄。它还寓意着幸福吉祥。养护起来要注意，天堂鸟怕高温和冻害，超过40摄氏度会生长受阻，低于0摄氏度会受冻害，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在18到30摄氏度之间。除了9月到2月需要保持干燥，其他时候土壤要保持湿润。关于光照，最好是冬不阴，夏不晒，在遮阴的情况下，叶片看起来更美，只是花朵可能会比较少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适合客厅养护的，让人越来越健康的植物。你家里有上面的几种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有任何养护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提问，不要忘记给花花点赞并点击关注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